又是你，辉敦，你要干什么？特级肉葱龙。辉敦、赤峰，原来这就是爷爷说的老门道。你们真的是爷爷留下的宝贝吗？哥，多吉婶又催彩礼，月底再不凑足，婚事就黄了。爷爷走了，爸妈早逝，奶奶的药费、卓玛学费、彩礼、修房，全压我一人身上。真想问问爷爷，他那一身赶山的本领怎么一样也没传给我？特级中的特级，外贸站价涨了，70多块1斤，你明天赶紧去。不过你这品相至少80，别被骗。801斤，我要发财了。2等，61斤。我这是特级，最低80。哼，穷农民懂什么特级？60爱卖不卖。这死耗子，卖就过秤，不卖滚蛋。好货不愁卖，你们不识货有人识。等一等，我看看。油润度够，炉头完整，特级油铜瓤，821斤，我全要了。沈老板，这货我先。你给2等品价，还拦我收特级，我下月出口单差200斤，你不要我要。这给下面以下老板，藏族情缘单增。不，太多了，多的钱是预付的，你要是能挖到更多好货，优先给我留着，价钱都按最高价算。使不得。我信你的货，更信你这性子。对了，小哥，你的货太亮眼了，干山的只要亮了大货，那就不太平了。原来是靠那只土拨鼠，有意思。二狗子，去查查这小子什么来路。哥，你是想他的人和鼠都必须为我所用。沈清瑶那娘们儿，别怪我从根上断了她的路。这800多块，先拿300补西墙的材料钱，剩下的留200给你交下学期的学费，再给奶奶抓2副补药，剩下的当进山的干粮钱。哥，你真厉害，以前咱们攒半年都攒不下这么多钱。以后会越来越好的，等把房子盖起来，再给你买新书包。进山千万注意安全，别往深处走。我知道的，奶奶。换得了钱，再把多吉家要的礼钱和牛羊买了，奶奶就满足了。奶奶，我有赤峰和灰墩，可以赚很多钱。你爷爷也有赤峰和灰墩，我们不一样，还是过苦日。我会注意的。你在外面漏了宝，就招了仇敌。防身用。爷爷的猎枪不是早就丢了吗？里头裹的树棍。小子，听说你挖弄让发了笔小财财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以后你挖的货全卖给我，我给你90块1斤，比沈清瑶还高，但有一条，只能卖给我一个人。对不住，我已经答应沈老板了，做人得讲信用。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在这地界，我马占窗要的货，还没人敢不给。你这老马还敢伤人！是你的人先动手的，马老板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，别逼我不客气。行，你小子，我记住你了。行，带你一起，咱们进高山找藏金姑去。按照爷爷笔记里写的法子，让赤峰顺着山峰的方向走。老马能闻着地脉里的草木气息，找得到山针扎堆的地方。这么大一片，比河滩的松茸值钱多了。这是稀有茶晶，你这小家伙连石头里的宝贝都能找着。
居然有这么大的茶精，发财了！藏金居，还有天然茶精。丹增，你这趟进山到底挖着多少好东西？藏金菇本就是高山珍品，你这品相是特级里的顶尖货。还有这枚茶精，天然成型这么完整的，市面少说值几千块。这些能值多少？藏金居我给你260一斤，茶精单独算6000，这批货一共3万2，我全收了。这里是2万定金，剩下的月底结清。我跟你签长期供货协议，以后你山上出的所有特级货优先给我，价钱永远比市场价高2成。先拿8000把盖房子的材料钱结了，再留3000给奶奶抓药，卓玛的学费也留出来。剩下的钱我想留着当本钱。你爷爷当年也想把东山头管起来，可惜没赶上好时候。你要是真想做，就稳着来，别辜负了雪山给的福气。光靠挖货总不是长久之计，要是能把东山头包下来，咱们自己管着采，既能护着山，也能长久赚钱。哥，打听清楚了，那小子叫丹增，就山脚下那户牧民，手里有只旱獭，找货准的邪乎。这次进山挖了半楼藏金军，沈清瑶直接给了3万多，全收了。3万，一个穷牧民凭什么？沈清瑶这娘们儿，敢跟我抢货源，软的不吃就来硬的。他不是想靠山货发财吗？我让他这山货卖不出去，也挖不安生。包松山头那片山大得很，荒了多少年了？你一个年轻人手里刚攒俩钱儿，全砸进去，万一赔了咋办？书记，我爷爷当年就在这片山赶山，山上有啥我心里有数。包下来之后，我定下规矩，采大留小，不会乱挖。到时候还能雇村里的人帮忙，大家一起赚钱，总比散户乱挖把山挖空了强。整座山包下来得多少钱？我看就是赚了个点小钱飘了。就是，山里的东西哪有个准？今年有，明年说不定就没了，到时候赔得底儿朝天。你们懂个啥？他爷爷当年就是这片山最好的赶山人。丹增这孩子厚道，山交给他，比你们乱挖乱霍霍强。东山神被盗采过，这些年恢复了些，但是我们小的菌子和松柔一律不许挖。采大留小，轮采轮休，这规矩好，这才是赶山人的本分。是雪灵芝，这东西比藏金菌还值钱。来，爷爷当年没走完的路，没守完的山，我来替他继续扛起来。这山里的路也太难找了。怎么了，赤峰？可算找到人了。我听说你包了山，想进来跟你谈合作，没想到迷路了。你怎么亲自进山了？快跟我来，营地就在前面。你包下整座东山，眼光比我想的长远。光挖散货赚不了大钱，咱们可以做一个高端藏地山珍品牌，专供省外和外贸订单，价钱能翻好几倍。做品牌？我就是个挖山货的，哪懂这些？你懂山，懂货，这就够了。运营的事儿我来做，咱们俩搭伙，肯定能做起来。让我想想。
雪山身亡，炉头这么密，少说长了上百年。我年轻的时候只听老辈人说过，东山深处有参王，没想到真让你们找着了。三曾，有了这株参王，咱们的品牌第一炮肯定能打响。我看他怎么把这参黄顺顺利利卖出去。这次品鉴会请了省里的外贸商和药材商，还有不少收藏圈的人。参王是压轴展品，只要镇住场，以后咱们的山珍牌子就立住了。我都听你的，就是这些商务上的规矩，我不太懂。慢慢学就会了。你只要守好大山，比什么都强。别闹，等忙完了给你买酥油。以前总觉得赶山就是挖货换钱，现在又是包山又是做品牌，像做梦一样。爷爷要是知道了，应该会高兴吧。惊天习物，我记着呢。慢着，这参王我看有问题。这株人参是人工做就的假货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这是真的假的？我说呢，一个穷牧民怎么可能挖着百年参王？原来是弄些假货来骗钱。沈老板，你这么大的铺子，怎么也跟着卖假货呀？是不是假货，不是嘴说的算。爷爷笔译记里写过，山里的牲口分得清真假，惠顿连地下的茶草都能闻出来，这点硫磺味儿瞒不过他。等会儿得靠你了。这是我呀！牵匹马进来干什么？装神弄鬼！你干什么你？一只土拨鼠懂什么？马老板，这东西你怎么解释？原来是马老板搞的鬼，故意换了样品来打假，太缺德了！人家好好的身亡，差点被他毁了名声。我当时谁在这颠倒黑白？原来是你马占坤。这参王炉头完整，参须带珍珠点，是实打实的百年雪山野山参。我在藏地跑了50年药材，见着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。倒是你这样品一股子药水味儿，当别人都瞎吗？我出18万收这株参王，带回拉萨的药铺当镇店之宝。德旺老爷是藏地药材行的老前辈，他收了这参王，咱们的山珍牌子反倒能介绍名气，这价钱也公道。我听沈老板的，您觉得合适就行。小伙子厚道，不像马占坤那套歪门邪道。以后你山上出的特级货都可以直接找我，价钱永远比市价高2成。一个穷农民也敢跟我抢饭碗，还有沈清瑶，处处跟我作对。哥，那咱们怎么办？他不是靠那只旱獭找货吗？我倒要看看，没了那座山，他还怎么挖？你去打听打听，他最近在打什么主意？这18万，先拿8万把盖房子欠的材料钱结清，再拿3万给奶奶抓药。卓玛下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也留出来，剩下的钱我想留着当本钱。你要是真想做，就稳着来，别辜负了雪山给的福气。哥，你太厉害了，以后咱们再也不用筹钱了。你个小财迷，
这钱是留着办正事的，不是给你打滚的。丹增，等一下！马占坤那人痂子必报，这次栽了这么大的跟头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最近进山多当心。我记下了，老爹。我正想跟您打听件事，要是我想把东山头承包下来，得走什么流程？你想包山？好啊，采大留小，论采论修，这才是长久的法子。你去找格桑书记，村里这几年正愁没人管那片山，散户乱挖都快挖空了。只是包山不是小事，你可想好了？总不能坐吃山空。爷爷当年没做成的事，我想试试。老伙计，等把山包下来，咱们就不用天天跑远路了。到时候给你搭个更宽敞的马厩，再种上你爱吃的青稞。还有你这个小掌柜，以后山上的货都归你把关。哥，打听清楚了，丹增包了东山，还挖制了什么塔黄王，沈清瑶打算拿到拉萨去卖。他倒是好运气，什么宝贝都往他手里跑。扎西师傅，这次请您来，就是想请您帮帮忙。那小子手里有只旱塔，找货邪门的很，您能不能给破破他的运？雪山的东西有他自己的规矩，你硬要抢，我可以去他的山上布个局，断了他的货脉。但你记住，这事损阴德，后续的麻烦你自己担着。不过我做的是显效慢，你们着急的话，可以去找一个无赖，叫周老混。不过他是个混蛋，你们想办法制服他就行。等从拉萨回来，咱们就把收购站正式办起来，村里的货统一收统一卖，既规范了品质，也能让村民多赚点钱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以前大家各挖各的，互相压价，还把山挖坏了。统一收了之后，定好规矩，大家都省心。以前觉得日子就是放牧、挖货、盖房子，现在忽然觉得，好像还有更宽的路可以走。到了，德旺老爷的圣药堂，整个藏域，他说的话比鉴定证书还管用。青瑶丫头，听说你最近收了个了不得的宝贝。德旺老爷，这位就是丹增，宝贝是他从东山挖的。德旺老爷好。小伙子精气神不错，让老头子开开眼吧。苍天，这是百年塔黄王！我活了70多年，如此完整，如此饱满，地气之足，简直闻所未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连这小家伙都在替他的主人显摆。丹增这塔黄王，我出高价收了，放在我这圣药堂做镇堂之宝，也让那些不懂行的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藏地瑰宝。价钱您定，我们信得过您。好，是个爽快人，那我就按顶级的行价再加2成收了。另外，你们那个雪山针管的招牌，老头子我虽然老了，但在藏地药材圈还有几分薄面，我给你们写个引荐信，以后在拉萨开分号，能省不少麻烦。那就太谢谢德旺老爷了，您这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。又是他，又是那只土拨鼠，特级从容，藏金箍，身亡。现在连塔黄王都让他找到了。沈清瑶那娘们儿押宝还真押对了。哥，那小子现在风头正兴，还跟德旺老爷搭上了线，咱们是不是先避避风头？他抢了我的生意，打了我的脸，我还得给他让路？做梦！他的一切都靠那座山。要是那座山废了呢？丹增，从今天起，这片山就正式交给你管了。书记放心，我肯定把山看好。这是村里的老赶山人记的一些经验，你看看。好了，厂子是你们年轻人的了，收购站怎么改造，我们就不管了，都交给你了。周老师傅，话我已经说清楚了，事成之后，这个数。断山根的活损阴德，3倍价格，少1分不干。行，3倍就3倍，但你得保证不能让人查出来。放心，
这是我精心配的土壤定得剂，只要埋在山的几处动脉上，药剂会慢慢渗透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东西我先拿走一半，等见效了再付另一半。合作愉快。丹增，你这价钱比马占奎那里高了20%，以后我们的货都卖给你。大家放心，只要货好，价钱肯定公道。但有一条，太小的没长成的不许挖，挖来了我也不收。谁在那儿？马占坤派你们来的。情况我们都记录清楚了，会立案处理的。你懂得用法律维权，做得很好。麻烦你们了。以前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忍忍就过去了。现在才明白，该硬气的时候就得硬气。马占奎吃了亏，肯定还有后招。你进山多带几个人，小心点儿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守好自己的山，就什么都不怕。第一批外贸订单下来了，特级做人员和藏金菇都准备好了，按你说的分等级包装好了，就等你过来验。比我预想的还好。丹增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想以技术和渠道入股，你以山和货源入股，咱们正式合伙成立公司，利润5-5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5-5分会不会太多了？我啥也不懂。没有稳定的好货源，再好的渠道也没用，就这么定了。回头我把合同拟好给你看，合同我随身带着，就在这儿签吧。我信你，以后山上的事儿我管，外面的事儿你管，咱们一起把事儿做好。合作愉快，丹老板。这也算咱们的小股东盖章了。对了，你奶奶没催你相亲吗？我听村里大姐说你年纪也不小了。提过2句，我没当回事。现在忙着山上和收购站的事儿，哪有空想这个？隔壁卓麻大姐给你介绍了个姑娘，叫卓嘎，在县城的服装店上班，人长得周正。奶奶，我现在真没空，收购站一堆事儿呢。再忙也得成家，房子也快盖好了，钱也有了。你要是不去，我就自己去跟人家姑娘道歉。我待会儿在包厢相亲，后厨正常上菜，正常结账，千万别给我免单。行，保证给你安排的明白的。对了，人家姑娘要是点贵的，你可别心疼。该花的我肯定花，但要是奔着宰人来的，那也没必要惯着。这个参王炖鸡、雪灵之羹、虫草炖雪妈，再来一瓶最好的藏红酒。卓嘎，你也太狠了，第一次见面就让人点这么贵的，考验考验他呗，连顿饭都舍不得，还谈什么以后？我出去接个电话。一个人吃点好的，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。你是说那几个姑娘点了好多贵菜，还嫌弃丹蒸？就是这样，我可没乱说。放心吧，你家丹蒸不吃亏。收山货也挺辛苦的，赚不了多少钱吧？还行，够养家。那个，我们吃好了，要不咱们走吧？行啊，走吧。服务员，买单。您好，一共消费36000，请问哪位买单？当然是他买啊，相亲哪有让女生付钱的道理？菜是你们点的，酒是你们喝的，我一口没动，凭什么我付？你一个大男人跟女生计较这点钱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男人也不是冤大头，想吃饭可以自己点的自己付。你真小气，就是，你赶走！你今天赶走，我就去你们村里败坏你的名声。几位吵什么呢？丹增是我们藏真楼的大股东，他来吃饭不用花钱。倒是几位，麻烦结下账再走，我们店里不允许赊账。他是大股东，怎么可能？他不就是个挖山货的闹民吗？东山的山货基地是他的，我们的核心货源也都是他供的。说他是大股东，有问题吗？可以啊，你丹增不动声色就把人怼回去了，我还以为你会碍于面子把钱付了呢。又不是我点的，凭什么我付？本来还想着好好处处看，结果是这个样子，没必要将就。今天就属你最积极，跑前跑后告状的。这小家伙灵得很，
谁好谁坏，他分得门儿清。以前总觉得到了年纪就该娶媳妇过日子，今天才明白，凑合的日子过着也没意思。与其找个嫌弃自己的，不如先把事业做好。今天相亲的事怎么样啊？没成，人家嫌我是收山货的，最后那桌菜钱也是他们自己付的。没事，缘分这东西强求不得，缘分到了自然就有了。现在普通山货的市场越来越卷，咱们要想把牌子做上去，还得有更稀缺的硬货。我听说羌塘边缘的无人区里有野生的白灵芝和虫草王，就是太危险了，没人敢深进。羌塘，我爷爷当年去过边缘地带，说里面确实有好东西。你别想歪了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那地方太危险，每年都有人在里面迷路失踪，绝对不能去。丹增，你别冲动，钱是赚不完的，犯不着拿命去赌。我不是冲动，我爷爷留下了地图，只去边缘地区，不往深处走。有赤峰认路，灰墩找货，不会有事的。那也不行，无人区里天气说变就变，还有野兽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你要去也行，必须带上卫星电话，每天中午12点准时给我报平安。要是超过24小时联系不上，我就报警找搜救队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行，带你一起，咱们进无人区找宝贝去。小伙子，我劝你别去，里面邪门的很，说变天就变天，还有野牦牛和狼，每年都有进去出不来的。我赶了30年山，最多只敢在边缘转一圈。大叔，我不往深处走，就在边缘找些药材，我给你1天2000的工钱，货卖了还有额外分红。行吧，我陪你走一趟，就走边缘，说好了可不能往深处闯。这俩是我带了多年的伙计，经验都足。还带个宠物来，是来旅游的吗？哈哈，这小东西还挺记仇，都跟紧点儿，脚下留神软土坑，别往草甸深处踩。就到这儿了，再往里走就是核心区，咱们只能在这一片转，绝对不能再深了。好，都听大叔的，只在边缘活动。说起来，有一年我在深处遇过暴风雪，困了3天3夜，差点没出来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不往深处走了，见好就收，别贪多。我记下了，大叔。坏了，这雾来得太突然了，不能走了，原地等雾散，不然很容易迷路。这雾什么时候能散啊？要是一直不散，咱们可就麻烦了。多吉大叔，跟着赤峰走，他认路。马能认路？这雾这么大，人都分不清东南西北。他跟着我爷爷跑了半辈子山，灵得很，相信他。相信他。啊！我赶了30年山，从没见过这么密的虫草群，这简直是雪山送的宝贝啊！你慢点挖，没人跟你抢，看你脏的。小伙子，你这马和这汗胆都不是凡物啊！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今天算是开眼了。他们都是跟着我爷爷过来的老伙计了，通人性。这是上好的黑青玉籽料，这么大的黑青玉籽料，料子还这么干净细腻，这可太少见了，值老钱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丹增兄弟，我多吉走了一辈子山，从来没服过谁。今天我服你了，你是雪山选中的人。大叔言重了，都是运气好，哪能次次都是运气？这是厚道人才有的福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听说再往里走有一片白灵芝谷，长得全是雪白色的灵芝。白灵芝谷？嗨，都是老辈人传的，当不得真。但那地方邪性的人很少有出来的，所以也没人知道真假。咱们就在边缘转转就行，可别往里闯。知道了，大叔。
我心里有数。快起来！泥石流来了，往高处撤！快快，往石头上跑，别回头！好险！要是再晚一步，咱们就全被卷走了。多亏了这匹马预警啊！多亏了他。多吉大叔，重破没事吧？没事，包得好好的，药材和籽料都带出来了，不算亏。你们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是白灵芝，真的有白灵之骨。老辈人的传功是真的。这是雪山给厚道人的奖赏啊！咱们躲过了泥石牛，撞见了灵芝谷，这是福报。你慢点儿，没人跟你抢，看你摔的。敬天惜物，雪山从来不会亏待厚道的人，但也容不得贪得无厌。丹增兄弟，咱们见好就收吧，这些已经够多了，再往里走，怕惊扰了雪山。好，采完这批大的，咱们就下山。白灵芝和虫草。丹增兄弟，这一趟是我这辈子赶山最痛快的一次。以后你要是再来，招呼一声，我随叫随到，工钱都好说。说好的工钱加分红。大叔，你点点，这趟多亏了你和2位兄弟照应。咱们走了，别惊扰了雪山。可算等到你们了，卫星电话时断，我都担心坏了。你晒黑了一圈，下巴也尖了。你看，没白跑。真的是白灵芝，还有这么多特级虫草。丹增，你这一趟比我预想的厉害太多了。我进山前还好好的，才走了10多天，竟衰败成了这样。不对劲儿，土层干得厉害，不像正常缺水。有人动过手脚，是劫脉的法子。有人在山里头钉了东西，断了这片的地气，手段阴得很。这是要毁了整座山的祸脉啊！肯定是马占魁。我去无人区这阵子，他正好下手。是化学毒钉，钉在山的龙骨上，要不了半年，整座山的草木都得枯。这是断子绝孙的招啊！低声念几山文，舒服。没事了。这山有守害人护着，我栽了。废物拿了我的钱，这点事都办不好。不行，咱们得报警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没有实证，抓不到他的把柄，而且这种事说了也没人信。不过他既然敢动手，就肯定还有下一招。拉萨的品鉴会快到了，这批白灵芝是压轴，他肯定不会放过。那咱们更得小心，要不我多雇几个人押运？不用，有赤峰和灰墩在，比人管用。以前只想着挖货赚钱，现在才明白，守好这座山，比挖多少宝贝都重要。我已经跟德旺老爷打过招呼了，他说品鉴会当天会到场，帮咱们站台。就是路上不太平，咱们多当心。师傅，去哪儿啊？拉萨。
巧了，我也去拉萨，车上拉的什么货？麻烦您了，我们明天一早来提货。放心，冷库24小时有人。那批白灵芝挪到最里面那个角落，标签换成普通菌菇。有人问，就说没这批货。奇怪，你们的货库里找不到了。什么叫找不到了？昨天刚入库的。可能系统登记错了，我再找找。老伙计，闻闻咱们的货在哪儿？这不是我们的货吗？标签被换了。老张，你这个人和那个管理员，我们马上报警处理。谁派你来的？是马占坤，他让我干的。好东西啊！这么大的野生白灵芝，我也是头一回见。雪山养出来的宝贝就是不一样。马占奎，你的招数就剩这些了。好东西啊！这么大的野生白灵芝，我此生也是头一回见。雪山养出来的宝贝就是不一样。慢着！我看这白灵芝有问题，人工种植的货色也敢拿来当野生的卖。这批白灵芝菌盖纹理疏松，是温室人工催熟的。这份第三方检测报告可以佐证。沈老板，你们年纪轻轻做生意，怎么能搞假货骗人？这不是砸藏地山货的招牌吗？是不是野生的，不是嘴说的算。又是你这只臭汉里，它就是个动物，这也能当证据？这白灵芝是我在无人区亲眼见着长出来的，错不了。我跑了50年药材，野生的和人工的，我一眼就能分出来。这白灵芝货真价实，倒是你马占奎3番5次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丢不丢藏地商人的脸？死耗子！马老板，你想干什么？干得好，回去给你加双份酥油。今日我正式与丹增达成深度合作，全线喷货他的拉萨药铺。同时，我还推荐丹加入藏地药材协会，共谋发展。马占奎，你涉嫌恶意竞争、销售假冒山货、雇人寻衅滋事，还有破坏生产经仪的举报证据，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我早就把化学毒钉痕迹、半路截获证词、品鉴会打假的证据整理好，连同之前他压价欺行霸市的材料一起举报给了工商和药材协会。作恶太久，这下报应来了，真是恶有恶报。心术不正，走不远的。老婆也不接电话，都看不起我，都看不起我，都看不起我，反正这辈子完了，拉单亲颠沛。马老板，你又来了。我输了，彻底的。走吧，回家了。这次品鉴会大获成功，咱们的雪山双宝牌子算是立住了。接下来订单会越来越多，东山的规模也得扩大，把收购站再扩建一下，多雇些村里的人，再教大家科学采挖的法子，带着大家一起赚钱。你不光会找货，还比很多生意人都后头。沈清瑶，其实
这一路过来，多亏有你。拉萨品鉴会之后，省外的订单排到了3个月后，现在的铺面和仓库根本不够用。我想在县城核心区开一家旗舰馆，就叫雪山珍馆，主打高端藏地山珍宴，顺便做展示和接待。开馆没问题，就是光靠山货还不够撑场面。我在东山脚下找了处活泉，爷爷笔记里记过古法活水养殖的法子，能改良水质，养出来的亚东鲑鱼、雪莲花苗品质都能上一个档次。以后店里既有山珍，又有灵泉水产，才算真的高端。你还懂这个？都是爷爷攒的老经验。我用山货基地和活水毁园入股，占40%股份，运营的事儿全听你的，怎么样？40%太少了，没有你的货源，这馆根本开不下来，55分成。那我岂不是连人带山一起入股了？合同我拟好给你看。凭什么？我苦心经营10几年的铺子，愣是被一个穷牧民逼到这份上。舅，我打听了，那小子最近还要开什么旗舰馆，全靠东山那片山撑着。我认识个以前在农药厂干过的周老混，手段邪得很，能悄无声息把山上的草全弄枯，没人能查出来。真查不出来？我要让丹增的东山变成荒山，看他还拿什么开店。这石头泡了我配的土壤定化剂，埋进土里半个月见效，草根先烂，再往上蔓延。主脉埋这个牛角，里面装的内息重锁剂，范围大，见效快，不出1个月，半面山的植物都得黄。这法子查不出来，就说山自己枯的。不会留下痕迹吧？缓释剂，等植物死了，药也降解的差不多了，化验都查不出来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这活损，价钱得翻3倍，3倍就3倍，只要能毁了东山，多少钱我都出。师傅，还有几个啊？这山也太陡了。还差最后一个主埋点，别废话，赶紧埋，天亮之前必须下山，被人撞见就麻烦了。这草叶间怎么发僵？不对劲，肯定是马占坤搞的鬼。上次没把他打疼，这次还敢来，穿成这样也敢进来？咱们这是藏式独栋宅院，最便宜一套200多万，一看就是进来蹭酥油茶的。别理他，等会儿自己就走了。先生您好，我是驻业顾问央珠，需要我给您介绍一下户型吗？不用介绍了，这2套我要了。一套给家里人住，一套以后当接待会所。您说2套？是的，全款。全款？先生您好，我是这里的销冠，我给您详细介绍。不用了，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哼，就让这位小姑娘给我办手续。丹增先生，7天内就能交房，有任何问题您随时联系我。麻烦你了，以后有朋友买房，我都推荐给你。丹增，不好了！东山南边的红柳大片大片发黄，连刚长出来的杜长苗都枯了。爷爷说活水带腐殖质，能养土。这口泉引到山坳里，既能养菌子，也能给山补肥力。不对劲，往年雨水再少也没枯成这样，这土都发僵，根都烂在里面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看着像沾了药。是马占奎搞的鬼，找人埋了药，想毁了东山的植被。这不是什么断地气，是化学药剂。哎呦，这就是沈老板吧？长得真俊，又能干又漂亮。
我们家丹增笨嘴钟舌的，平时多亏你照顾他。阿姨您客气了，我们是合作伙伴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叫什么阿姨，叫奶奶就行。这孩子从小就实诚，会疼人，就是不会说话。以后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跟奶奶说，奶奶替你揍他。我看沈老板是个好姑娘，人长得周正，做事也利落，对你也上心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该抓紧就抓紧。人家是大老板，眼界高着呢，哪能看得上我这个挖山货的？傻小子，人家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。奶奶活了大半辈子，这点眼力劲儿还是有的。要是真能成，好像也挺好。主脉的要点肯定就在这下面。空心牛角装药慢慢往外渗，覆盖面大，心思真歹毒。爷爷说过，山是活的，只要把毒土清了，肥力补上，慢慢就能缓过来。老伙计，你是不是累了？从爷爷那辈算起，他在山上跑了快20年了，该让他歇歇了。这地方不能待了，拿了钱赶紧跑，等马占奎反应过来就走不掉了。周老混，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我店里的货怎么全坏了？合作的供货商全解了约，银行还催着还贷款。完了，全完了。你最近总看笔记，想什么呢？赤峰老了，走平路都容易喘，鬃毛也白了好多。你想带他再进一次山？爷爷笔记里记着，当年赤峰第一次找到琛房的那条路，我想带他再走一趟，算是给老伙计的退役仪式。走吧，老伙计，最后一趟。老伙计，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再进山了，在家里好好养老，晒晒太阳，吃最好的草料。谢谢你，替爷爷陪我这么多年。爷爷，你放心，这山我会守好，老伙计我也会照顾好。我活了70多年，从没吃过这么鲜的山珍，这活水养出来的食材果然不一样。这是至尊黑金卡，可以享有多项专属权益。给我来一张，以后我药铺的滋补宴全在你们这儿定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这段时间多亏了你，要是没有你，我这些山货也卖不上这个价钱。说什么傻话，没有你找回来的这些宝贝，我再有本事也没用。我们是搭档，本来就该互相帮衬。沈老板，丹增先生，刚得到消息，百味山货行今天贴了转让告示，马占奎欠了一屁股债，要跑路了。你来看我笑话？我是来谈生意的。你这铺子地段不错，我要了，开针管分店，你开个价吧。200万，80万。你欠银行的贷款、供货商的货款，加起来快100万了吧？不卖的话，再过几天法院拍卖，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对了，找人往东山埋药的事，我手里也有证据。我输了，我耍了一辈子小聪明，到头来栽在你这个实诚人手里。这山确实该厚道的人守着。欢迎你过来，
分店正好缺个负责人，你来了，刚好帮我们分担。德望老爷放心把你派过来，是信得过我们。以后分店的运营，你多盯着点儿。丹增，这片谷子要是开发出来，你10年都不用愁了。先回去吧，这事儿我得想想。还在想珍宝谷的事？想了一夜了。爷爷笔记上写着只可护不可取，可眼前那么多宝贝，说不心动是假的。那你想怎么办？听爷爷的吧，不开发，不采挖，封起来，当生态保护区。我支持你。珍宝谷不再开发了。丹增，你是不是傻了？那谷里全是钱啊！钱可以再挣。雪山养了我们世世代代，该给后人留点东西。丹增，你这孩子，我没看错人，放开！周老混，丹增，好久不见，我对不起你。当年是马占奎蛊惑我，说是给的钱够我下半辈子活了，我鬼迷心窍，往你山里撒药，罪过。这是我这些年自己琢磨的土壤修复剂，不伤草场。我没什么能补偿的，你要是信得过，拿去试试。以后别再害人了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错，就是对不起雪山。你爷爷要是知道你今天做的决定，一定很高兴。雪山不会说话，但他什么都懂。丹增，入了社，我们挖的货真的能统一高价收？不光高价收，我还请了县里的农技园，教大家科学采挖，人工培育仿野生菌子，采大留小，既能护山，又能长久赚钱。以后咱们的货统一包装，统一品牌，比大家散卖多赚30%。哎呀，是啊，很廉洁。哎呀，丹增哥，这才一上午就报了30多户，比预想的还多。人多了好，人多力量大。咱们把东山的牌子做起来，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。沈总，最近收上来的货有几批品相参差不齐，还有个别村民掺了小的、次的，要是流出去，砸的是咱们自己的招牌。我知道了，你把分级标准再细化一下，特级、1级、2级分清楚，按级定价，掺次品的直接退回。另外跟丹增说一声，合作社得加个品控培训，统一采收标准。品牌刚立起来，品控就是命根子，半点不能松。你们放心，这种恶意仿冒、侵犯商标权的行为，我们肯定严厉打击。近期我们就组织专项检查，端掉这些售假窝点。麻烦你们了，我们做山货的，靠的就是信誉。要是假货横行，吃亏的不光是我们，还有消费者。不是，我就是看你们的货卖的火，想蹭点热度。做生意得讲良心，你拿次品冒充东山货，赚的是快钱，毁的是整个藏地山货的名声。等溯源系统全上线，就没人能仿冒咱们了。辛苦你了，这些法务、品牌的事儿我一窍不通，全靠你撑着。说什么呢？我们是搭档。丹增，你家这小母喇怕是要当妈妈了。我说最近怎么不爱动了？
肚子是打了一拳。家里要添丁了，慧敦要生了，什么时候？次人老爹说就这几天，我给他多喂了点酥油，补补身子。当妈妈了，恭喜你。2只呢，一公一母。还没看，等大一点再分。我们开办这个培训班，就是要把科学的方法教给大家，既要让大家有收益，也要把这片山守护好。我最感谢的是我爷爷留下的经验，还有赤峰、辉敦这2个老伙计，是他们教会我敬天惜物，守山守心。哥，我考上了全县第3北京大学。雪山保佑，雪山保佑啊！好样的，卓玛，哥供你，读到哪儿攻到哪儿。沈老板，你们高原山货是不错，但代理权不是谁都能拿的。你们有什么优势？说来听听。这是我们藏针馆连续3年的第3方质检报告，每一批都全项达标。这是我们的出口数据，去年销往日本、新加坡的订单增长率是287%。这是我们的国际认证 ，HACCP 有机认证、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全齐。我知道你们在跟3家竞品谈，但他们的货要么农残不稳定，要么供应链跟不上。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有自己承包的东山基地，有标准化加工厂，有全程可追溯系统。你一个人来的，你们老板丹增呢？我就是老板之一，而且我今天来就是证明给你们看，我们藏针馆随便拉一个人出来都能把业务讲清楚。行，代理权给你们，3年独家，条款按你们提的来。合作愉快，路上买点好吃的，别省着。嫂子，等我回来帮你。对了，忘了跟你说，省城跨境电商的代理权我拿下来了，3年独家。你一个人去的？怎么不信我？信的，一直都信。丹增哥，这批鱼苗成活率特别高，比普通养殖的长得快多了，肉质检测也达标了。那就好，灵泉水有限，咱们得精细化养殖，不能贪多，保证品质最重要。多吃点儿，看你瘦的。平时工作忙，也得注意身体。谢谢奶奶。也不知道照顾人家，青瑶这么好的姑娘，你可不能委屈了人家。我奶奶就是话多，你别介意。奶奶很可爱，我爸妈走得早，很久没人这么关心我了。以后有我呢。全国山珍博览会组委会发邀请函了，请咱们去参展，还给了咱们一个特装展位。全国山珍博览会是业内最大的展会啊，能去参展，咱们的牌子就能打到全国去。那咱们得好好准备。压轴展品得选个镇得住场的。我进山一趟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极品山珍。唉。啊，这么大的雪灵之泉，你可太厉害了！有这朵雪灵之王当压轴，博览会肯定能出彩。雪白雪白的，谁知道是不是漂白的？现在人工培育的技术好着呢，什么品相做不出来？是不是野生的？尝一口就知道了。野生雪灵芝有独特的清苦味，回甘明显；人工培育的发苦发涩，一尝就分出来。确实是顶级野生雪灵芝，
品相、香气都是顶尖的。获得本次博览会金奖的是东山雪山珍馆。恭喜丹增先生、沈清瑶女士，请问你们有什么获奖感言？能拿这个奖，靠的不是我一个人，靠的是雪山的馈赠，是村里人的努力，还有我身边这位最好的搭档。长期供货合同。丹增哥，加工厂建成后，清洗、烘干、包装一条龙，效率高，品控也稳。咱们还能开发即食菌菇、滋补糖包这些深加工产品，利润更高。以后村民不用跑县城卖货，家门口就能上班赚钱。以前我们家一年到头赚不了几千块，现在入了社，再去厂里上班，一年能挣好几万。都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这些都是采自高海拔的野生山珍，品质非常好。丹增哥，你看，今天直播销量爆了，还有灰墩，他居然上热门了。这小家伙比我们还火。爷爷，你看，他们又认了一个小鼠人。你们三个要好好相处啊。这个是薄荷，闻这里，不是那里，是这里。爷爷当年就是这么教我的，你还小，慢慢来。阿爸，太爷爷也会教教汉找草药吗？会。你看，这是太爷爷的笔记，这只汉楚就是灰墩的爸爸。那灰墩是太爷爷的汉楚的女儿？对，所以他天生就会找草药。阿爸，他找到了。爷爷，你看，你的法子又传了一代。他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，天天跟汉里混在一起。那挺好。以前我觉得守山就是护住那片山，现在才明白，守山也是护住这种日子。守山守心，方得始终。赤峰是脚力，灰墩是眼目，但真正的宝不在山里，在你心里。守得住底线，对得起雪山，才是赶山人。丹增，吃饭了。爷爷，你说的对，真正的宝从来不在山里。